抗争、胜弊、觉醒、求索、进京。信仰的足迹，北京红色记忆。来，凑近点，看我这边。来，好，3、2、1。这是青年毛泽东在驱逐湖南军阀张俊尧的集会之后的合影。老师，那他们那时候应该也就25、26吧？的确如此，这和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大嘛。一群大学生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太了不起了。那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来，大家一起拍张照片。3、2、1。快门落下，身影定格成历史。可谁曾记得，100年前那群年轻人平均年龄不过26、7岁，他们的衣袋里或许正揣着未写完的情诗，书桌上还可能摊着未完成的作业。可他们唱响的却是一个古老民族的觉醒，他们筹划的更是一场关乎时代命运的求索。蔡松老师啊，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没错，箭杆胡同20号嘛。这也是陈独秀先生在北京的家。100年前呀，这里就跟今年北京的夏天一样的热。我说的不是天气热啊，是人心热、思想热。是的，那个时候这里呢是最新思想交锋的中心，年轻人都会在这儿进行讨论。比如说毛泽东，他每次讨论的时候呢，都是乡音很重，对，但是会有很多人听，因为他讲的总是有一些新奇的观点。还有像蔡和森，他的思想很深邃，但是呢，他讲的时候会一讲一咳。因为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有点哮喘。邓中夏呢，就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每次谈的时候总会谈到工农运动的事情。还有就是周恩来，他是《新青年》很早的作者，他第一次投稿是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所以在这里面来过当时的年轻人，有些人是我们熟悉的，有些人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对，蔡老师，您看这个院子呀，虽然不大，但是它的格局非常的清晰。北房就是著名的《新青年》的编辑部，这边呢是南房，当时就是陈独秀先生跟他的夫人高君曼一起生活的住所。我们看到后边这幅浮雕啊，就能想到，在这个北房其实不足30平米的屋子里啊，当时有这么多的爱国进步青年在这里一起商讨祖国之未来，他们平均年龄28岁。啊，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共一大是在7月份召开的？我们当时一大代表一共13个人，其中居然有4个是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必须要选择暑假期间，以避免影响他们的学业。是的，就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性格棱角分明的年轻人创造了这段历史。没错，当时在这个院子里出现的年轻人，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我这次想考考你今天，我这次呢带了3个人物，每个人物其实都有他个性之中非常特别的点。我们这边也准备了3个名词，分别可以给他们3位，就是暴烈、无所畏惧、有胆识。分别对应的是谁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其实每一个人都具有这3项的特点。没错啊，是的，这话说的是对的。但是要说他的显著特点、核心的性格，暴烈，那一定是傅斯年，是吧？您说的非常对。咱们中国人形容谁勇敢啊，有那么3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叫什么呢？叫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傅斯年就是这样一位红脸汉子啊，他每次要发脾气，马上就呈现到自己的这种情绪之中去，但是他很有原则。1940年在重庆举行了国民参政会，有一个老先生叫孔庚，就跟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关于忠义的问题。傅斯年觉得忠义也有道理，但是呢，孔庚就说你们起义的你是崇洋媚外什么的。孔庚什么人？1912年就是中将的，那个人非常脾气暴烈，所以二话不说就开始骂傅斯年。傅斯年马上就说你等着，一会儿开会结束，我跟你决斗。这话说完以后呢，大家都以为他是闹着玩呢，没想到这个会议刚结束，直接堵到门口堵孔庚。孔庚其实岁数已经很大了，年近70，打架有点胜之不武。就是傅斯年就犹豫了一下，就说你又老又瘦，骂就随你骂吧，这样扬长而去。
我这还有一张照片形容他的这种真性情，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年长一些的傅斯年和胡适。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当时胡适呢接到命令去接任北大的校长，结果傅斯年军人告诉他，你别回来啊，说我先带了一段北大校长。他到了北大之后，二话不说把所有日伪职员全部开除，而且里面有很多人是著名的教授啊。胡适来了以后就咦，说这些人怎么都不在名册上了，我替你开了，你性格柔软，如果他们一求你，你就会让步。但是我要替北大清理门户，这就是暴烈的傅斯年。是的，无所畏惧，您觉得给谁？那无所畏惧，那一定是邓中夏先生了，因为邓中夏先生为了求索救国，其实在33年就牺牲了。是的，他的无所畏惧其实并不是我说的，而是呢有一个女士给他写下了这行字。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在莫斯科1930年拍摄的，这就是邓中夏。然后这是他的妻子李英。然后这个呢是他当时不到1岁的小孩子，他们3个人照了一张，也是唯一的合影。在这个合影的背后，当时他的妻子李英给他写了一行字，用俄文写的，就是给无所畏惧的男人。邓中夏他所有的照片几乎都是笑的，对，他对共产主义有无限的忠诚。包括在1933年，当时他被捕入狱，有一个很悲怆的时刻，当时辨别不了他的身份，把邓中夏的妻子提出来了。他看了邓中夏以后呢，装作不认识。没有想到这是2个人最后一次对话。当时他在监狱里面受尽酷刑，他就说：“我这不过就是伤风感冒，比反动派的那杨梅大双脚。”多次诱降，坚决不屈，而且天真烂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狱警都说这是好人呐，就给他就凑钱买了一碗大肉面。邓中夏在狱中，这个时候拿过大肉面，高高兴兴的吃。有人就问他对自己未来你是怎么想的？他就说：“我邓中夏最后烧成了灰。”我也是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直到在雨花台壮烈牺牲。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这是邓中夏，就是从骨子里面的英勇，所以他应该是无所畏惧。来，无所畏惧，邓中夏。是的。那么第3位，毛泽东爷爷，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毛主席胆识由衷的敬佩。1917年6月份，青年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第一师范呢就做了一个人物互选的活动，包括德智体3个大项，400人共同参加这个活动。谁评分最高呢？毛泽东爷爷。而且在最后那个胆识这一项里，只有青年毛泽东获得了分数。那当时呢，所有人对青年的毛泽东有8个字铿锵有力的评价，叫做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我刚才讲到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形容勇敢有3个境界，毛爷爷应该叫做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勇气。这个有胆识，我们也贴上。毛泽东爷爷还有一件公认的有胆识，也是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政治活动。这件事情发生在陶然亭，让我们一起去陶然亭探寻一下毛泽东爷爷在年轻的时候有胆识的大事情。非常好，这样做我们也等于是追随他们的道路，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求索，是求索救中国的道路。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去求索一下，在历史上那边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好，我们出发。萨苏老师，您看这张照片，就是咱们这期节目刚开始的那张合影，是毛泽东主席他在青年的时候第2次到北京，在这棵大槐树的前面留下的纪念。他第2次来干什么呢？就是驱张运动。驱张到底驱的是谁呀？我们边走边说。好吧，行。1918年的3月，湖南的军阀张敬尧呢被任命为了湖南的督军兼省长。上任不久呢，张敬尧就没干什么好事儿。搜刮民脂、提高赋税、贪污军款，包括摧残教育，而且他还钳制了舆论，激起了湖南全省人民的愤怒。1919年的11月16号，毛泽东呢就组织了湖南学联的骨干开始驱张。为了扩大驱张的影响，包括取得全国各界支持，请乐团就于1919年的12月18日到达北京。那么1920年的1月18号，毛泽东就和湖南辅仁学社在北京的成员罗章龙、邓中夏、毛复生等等，就在我们此时此地做的这个陶然亭的慈悲庵开始集会，商量如何驱张的细节。在各界的多方努力下，最关键的是当时直皖2派的军阀他们的矛盾日益增加，所以呢，最终1920年的6月份，
张教尧出了湖南。对，其实曲张运动啊，可以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当时已经展现出了他的这种杰出的才能和胆识，以教员之身直接对这个全省最残暴的军阀发起了挑战。这个行动实际在10几年以后，我们看到了新的意义。就张敬尧果然就像毛泽东认识的，这个人是没有底线的。他跟日方勾结，就是日本人扶植他，说你来做这个汉奸的政权的傀儡政府。那么他就马上接受。跟日本人正要谈成的时候，中国派特工到这个六国饭店，直接击毙了张敬尧。那是第一个投日的汉奸被击毙的。所以张敬尧用自己最后的可耻的下场，告诉大家，当年驱张运动是太正确了。这个人如果不被驱逐的话，他可能成为未来日本侵华战争之中日本最凶恶的走狗。是的，是的。您看这个地方啊，其实在当时是很荒凉的，它的地价也相对便宜，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革命的重要的据点。您想看看他们当年集会的地方吗？太好了，那我带您去看一看。好嘞，好。这边这个房子里面呢，曾经有过我们早期的革命者在这儿召开会议。而这个会议对于共产党建党来说非常重要，五团体会议就职。那感觉这张照片就是还原五团体开会的状态。您看这个位置啊，基本就是从这个位置往那边照的。五团体会议啊，是建党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有很多的革命团体，他们开始团结起来，准备要建一个独立的政党，是从五团体会议开始的。那这个会议是由谁来提出召开的呢？是觉悟社，觉悟社负责人是周恩来。周恩来，那周恩来就找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就是李大钊，说我们把这革命团体召集起来，谈一谈以后大家怎样一起工作。在哪儿开会呢？就在陶然亭。因为大钊先生呢，当时他已经安排他身边的共产党人呢，在这附近租房子啊。因为这一带呢，敌人管的比较弱一些，就在这一带经常从事革命活动。说那就把五团体会议放在这儿吧。就是当时有这2个学会，还有呢像勤工俭学学会，这是北京的革命团体，一共是召集了5个学会，一起在这儿举行这样的一个革命会议，商讨未来中国的命运。所以这个会议呢，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当时呢，周恩来在这儿开会，应该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个我知道啊，因为陶然亭不仅是周恩来同志啊，他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的一个地方，还有一部分是承载了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先生的爱情故事。对，是这样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特别模范的红色夫妻。邓颖超呢，当时也是在天津觉悟社参加革命活动的，他是真正的革命家。所以2个人就逐渐越走越近。后来总理在建国之后多次到陶然亭，我们认为他是在怀念那段时光。当然不仅仅是他的爱情，还有他的那些同志们。因为他当年曾经啊给同学们写过一句话：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但是当他再回到这儿的时候，他的很多那时候的青年朋友都不在这里了。有一位朋友是他特别怀念的，因为这个人是他和邓颖超的大梅，而且他就安葬在这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高君宇的墓。哦，好的，好的。您看这边呢，就是高君宇和石平梅。高君宇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是共青团的建立者。石平梅呢，她是当时号称民国4大才女，因为她写的小说确实非常好。当时高君宇就对石平梅非常倾心，于是他就向石平梅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甚至给她带来了指环，已经开始求婚了。但是呢，当时石平梅并没有答应他，因为石平梅呢，这时候就发现高君宇啊，他是有包办婚姻的。他就希望高君宇解除了包办婚姻之后，2个人再在一起。但是呢，高君宇最后却没能够来得及追到石平梅，因为仅仅在2个月之后，就是1925年3月1号，当时在北京呢召开了国民会议促进会的全国代表大会。高君宇是孙中山的秘书，工作非常繁忙，他就负责国共2党之间的沟通。这时候呢，他就突然腹部剧痛，他咬着牙坚持把会议开完。到3月5号到协和医院才发现呢，他当时是这个阑尾炎，然后阑尾已经破裂，当时腹腔全部污染。3月6号的时候，高君宇不幸瞑目。那么高君宇去世之后，这时候石平梅才突然发现失去了一段自己最想要的爱情。是的，我看到了这张照片啊，石平梅先生坐在墓前，情绪非常低沉。是的，几年以后，石平梅忧郁而死，最后就葬在了高君宇的旁边。我到陶然亭来呢，每次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代表我的同学们来给师姐献花。那我同您一道，代表年轻人献一束花朵。好的，我们向他们的信仰和求索致敬。对，迈向我们的信仰的足迹。好。
小曹老师，今天一整天的追寻啊，有很深的感触。刚才呢，我也收到了很多青年朋友发来向您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尝试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信息爆炸催生选择困难的如今，青年如何建立自己的人生信条呢？每一代人他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每一代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大家都会希望在自己有限的人生之中，能够为这个国家、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国家的前进就好像是一个台阶儿，每一代人会把中国带到一个新的台阶上去。我们会有不同的求索，但是我们会有共同的信仰。对，让我们为真理和浪漫献花吧。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熏呼。